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8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在俄知识协会举办的新视野马拉松上发言时称，今天结合了防空和反导功能的系统已经开始列装部队，这个系统就是 S-500 防空导弹系统。S-500 防空导弹系统代号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将火种从宙斯那里倒出，造福人类，但也因此被宙斯绑缚在高加索山上，长期忍受恶鹰啄食之苦。21世纪初期，俄罗斯着手研制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此后常有关消息被披露，却始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S-500 被称作普罗米修斯这一称谓，契合了他10多年磨一剑的艰辛历程。直至2021年7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 S-500 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使用新型拦截弹打击空中标靶的视频。这是该防空导弹系统在世人面前首次亮相，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款新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制为何会用时10多年？为何一露面就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近年来国际上关注度最高的防空导弹系统 S-500 普罗米修斯。1958年，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托马斯 ·D· 怀特在英文空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词空天，这一设想为世界拉开了空天一体战的序幕。美国空军的作战使命空域从单纯的空中自然延伸和拓展到无缝衔接的一体化空天领域。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认识到美国的空天进攻力量对俄罗斯的空天安全将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尽快在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基础上发展具有空天防御功能新型武器系统，成为俄罗斯落实非核遏制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且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开始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先进弹道导弹， S-500 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2011年12月 ，S-500 系统完成首次全系统模拟试验。2014年6月 ，S-500 系统首次试射成功。2017年12月 ，S-500 系统预生产型列装部队，并进入国家靶场进行试验训练。俄罗斯官方宣布，2020年后，该系统将正式列装部队。2021年，俄罗斯国防部接收首批 S-500 系统。2022年4月25日，俄罗斯金刚石安泰公司总经理表示 ，S-500 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已经投入量产，该系统将在规定时间内列装部队。军事界普遍认为，针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空天进攻体系，实现最佳防御效能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多型地空导弹等防御系统进行组网，或者多型导弹综合集成到一个平台内。因此，在设计上 ，S-500 系统兼具作战运用范围广、技战性能优异、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在防空性能上 ，S-500 系统较 S-400 系统提升了50%的射程，反隐身探测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美国第5代战机与俄军地空导弹的矛与盾对决中，俄军将凭借 S-500 系统取得先手。在防天反导能力上 ，S-500 系统在拦截高度和目标速度上均较 S-400 系统增加了1倍以上，具备拦截洲际导弹的能力，真正实现空天一体防御。从设计指标来看 ，S-500 系统几乎可以拦截美国所有现役空袭武器。该系统的装备组件具有系列化、通用化、模块化、标准化的特点，既可以构成弹族化的大系统，也可以根据防空反导、防天反卫等多样作战化需求，灵活配置为各种专用混合作战系统。按照设计计划，在 S-500 弹族化系统中，既有超近程、近程、中程、远程、超远程防空武器系统，也有反导武器系统、反航天器武器系统，以及支援这些武器系统的有效作战的各种传感器系统、指挥自动化系统和保障系统等。S-500 系统是一个大系统，而不是单一的防空反导系统。S-500 系统主要由战术指控系统、防空反导作战单元和防天反导作战单元3大基本部分组成。其战术指控系统由远程搜索雷达与指致站组成。S-500 防空反导作战单元主要由指控站、雷达站、制导雷达及导弹发射装置、导弹 40N6E 等组成。S-500 防天反导作战单元主要由指控站、雷达站、有源相控阵雷达站、导弹发射装置、近程反导拦截 7N6N、远程反导拦截弹 77N6N1 等组成。S-500 反导分系统的组成部分有 85G62 作战指挥所、76T6 和77T6 多功能照射和火控雷达、
由火炬机械设计制造局研制的 77N6N 和 77N6N1 两型拦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S500 防空分系统的组成部分有 55K6MA 指挥所、91N6AM 多功能雷达、40N6M 防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除上述系统之外， S500 系统将包括作战指挥所和 X 波段远程探测雷达。此外，系统还配备有技术保障系统。S500 系统的自行发射车是装载 77N6N 弹的发射控制车，每辆车装载导弹2枚。至于装载其他导弹的发射车，与 S400 系统甚至 S300 系统大同小异。S500 系统所有装备均由10×10全驱动大型卡车运载，具有很强的全系统机动性，作战准备时间10分钟。S500 系统按照作战经济性原则配置了3种导弹。40N6M 导弹主要完成远程防空、非战略反导、反高超音速目标等任务。它主要采用的是雷达双波段红外复合导引头或主动半主动雷达导引头，增加了1级发动机，对飞机的拦截距离为400千米，采用定向破片杀伤战斗部，可远距离拦截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高价值空中目标。同时 40N6M 防空导弹还兼顾末端反导功能，可拦截距保卫目标60千米、高度为40到50千米的弹道导弹。77N6N 为近程拦截导弹，主要担负战略反导任务，由杀伤器、2级助推器、1级助推器、3级串联构成，最大拦截高度165千米，对导弹的拦截距离为150千米，采用动能杀伤或定向破片杀伤战斗部。77N6N1 为远程拦截导弹，主要担负反低轨卫星任务，由杀伤器、2级助推器、1级助推器、3级串联构成，最大拦截高度200千米，对卫星的最大打击距离为700千米，采用动能杀伤或小型核战斗部。S500 探测系统配置了4部雷达进行组网，抗毁能力强，其中的2型火控雷达，一型专用于反导作战，另一型则用于多种情况下交战。S500 系统配备的4部雷达，通过雷达组网技术、数据链技术进行分布式部署，可实现较强的抗毁伤能力。组网后的雷达系统将数个雷达子阵进行了分布式配置，通过控制子阵信号之间的相位或幅度，可使敌方反辐射导弹无法精确的探测、跟踪多个子阵辐射源，这样敌方的反辐射导弹就很难击中雷达。即便个别子阵被击中，整个雷达系统仍能正常工作。此外，其还具有雷达探测距离远、导弹拦截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和地面自行机动能力强等特点。一个 S500 作战单元最多可同时拦截10个目标，既能拦截攻击导弹，又能打发射平台。S500 系统覆盖200千米高空的拦截区，最大飞行速度达到3600米每秒，具备在临近空间外拦截 X-37B 投放武器的能力。S500 系统配备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该雷达可以探测140到160千米外反射截面为 0.003 平方米的目标。S500 系统所有作战单元均部署在多轴汽车底盘上，整系统机动部署时间在30分钟左右，单装紧急机动时间不超过10分钟。S500 系统使用第6代通信系统，可排除外部无线拦截和干扰。它的机动运输平台上还装备有电子战设备，可有效对抗敌方反辐射导弹。一旦芬兰加入北约，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将扩大，这会对地处芬兰湾东端的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构成威胁，也会对俄贸易路线上的芬兰湾构成威胁。俄罗斯可能会重新审视其西部军区防御系统，并改变战略核力量的目标定位。据介绍，俄罗斯计划在莫斯科附近部署至少3个 S500 防空旅，以抗击不同方向的来袭目标。随着 S500 系统的加入，莫斯科将拥有高中低、远中近多层次战略防空反导体系。未来 S500 系统将与 A235 系统、S400 系统和 S350 系统配套使用，有效融合，建立高中低空搭配、远中近程衔接、空天一体的防空反导体系，将莫斯科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